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下期就让你上电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今天已经是第5期了啊，我还没有拖更。本来说实话，这一期我是准备拖更的，因为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安卓旗舰的性能大对比这个视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让人抓狂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严重高估了这个安卓底层的稳定性啊。那期视频具体再跟大家说。OK， 这一期呢又是破纪录了，这个问题呢还是比上一期多啊。本来是准备15个，但是发现大家问题太多了，这期有20个问题。好了，那咱们就来看一下这周大家都有什么代表性的问题。干货多，屁话少，白问马上开始。OK， 这第一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伙伴提出来的啊，是这个上期的一个遗留问题。我说，凡是购买这个手机的时候，如果不给你开正规发票，那这个基本上都不算行货。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这个我买小米的，我买这个魅族的，都是没有这个发票的啊。弹幕非常多，我在这说一下，你买的手机其实是有发票的，只不过是电子发票，它都是写进你的手机串码，或者说在它这个后台有记录的。你去店里边保修的时候，他会查一下你机器的串码。只要他发现啊，这个是有后台这个电子发票的，就可以正规的渠道保修。如果要是你是在什么小摊儿啊、什么数码城啊、哪个什么地下通道里买的是吧？一查串码没有，这个就不可能享受这个正规的这个保修了。所以说，只是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的区别。这是也怪我说话不严谨啊。OK， 下一个呢也不是一个问题啊，是一个小伙伴在哪儿给我发的一个截图，是这个微博里边发给我的啊。是一个咱们的一个白问的观众啊，在 IT 之家上啊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个文章应该是说这个 OPPO 很好的这么一个文章啊，买 OPPO 的手机，然后最可惜的是还上 IT 之家秀优越，还有最不可理解的是，小白测评的白问栏目多次啊无理无据的推荐OPPO R11，小白测评多可恨是吧？一个不客观真体验还算不错的科技媒体，开始推荐 OPPO 手机，你说可不可怕？你说可不可怕啊？其实真正的小白买 OV 还能理解，需要懂手机的人来开导。现在买个手机都需要来开导，这就怕 OPPO 的脑残粉用 OPPO 秀优越，懂手机的买 OPPO 的这类人，尤其是小白测评。你看小白测评这么一个无良的节目啊，太无良了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应该是没看过这个测评视频。好，开个小玩笑。进入正式的问题啊，来自咱们微信公众号的网友样。白哥，这个最近想入手这个魅族的 Pro Plus， 请问还能战多久？其他手机有可以推荐的吗？预算在3000左右的哈。这个 Pro Plus 用的8890的处理器啊，其实我估计你纠结的还是处理器上。其实这个处理器的制式呢，还是不算老的这个14纳米的制程，但是。相对到目前来说，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真旗舰，因为你毕竟预算在3000块钱吧，跟它这个同级别呢就是820的处理器，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要是不是非入手这个魅族的手机不可的话，3000块钱还是有国产很多旗舰可以选择的，比如说这个一加啊、小米6啊，好看一点的这个荣耀9啊，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你是魅族粉丝的话，我觉得现在入手 Pro Plus 是没什么问题的。OK， 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微信公众号的网友，这一期咱们都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比较多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同样的天空下，小白，我的 S7 Edge 玩中央横卡 6.0 的系统，一进游戏就降频，高帧率模式，最低特效平均才30帧，有的时候团战掉到10几帧，我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甚至至今都没有解决。除了升级系统 root 这个删温控，还有什么办法吗？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这个 root 啊，因为这个 root 之后，除非你是机友非常懂啊，如果要是你但凡这个在刷机啊，或者说在这个装机一不小心装一些什么流氓软件什么的，非常容易造成这个数据的被盗啊什么的，就是你让你的手机很不安全的一个状态。听说 root 会有很多问题，对，就是很多问题。其实不是这个 S Edge 的问题，我觉得都是三星手机的一个通病吧，就是它优化呢是基于整个国际版来做底层的优化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品牌，而且它又是基于安卓系统，不是像 iOS 那样一个自己封闭的系统，所以说它不可能针对这个国内市场或者说国内的优化做这个专门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王者荣耀体验最好的是专门交过保护费的这个 OPPO 的这个 R11，它的体验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个是三星它国际品牌的
一个弊病吧，不可能是专门针对某一国家、专门针对某些游戏做非常好的底层优化。OK， 来看下一个问题，陈梦昂志也是来自咱们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我的1+3系统用着不习惯，续航也很菜，因为很喜欢和习惯米 Y， 所以买个1+5值嘛。现在买米5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啊，因为价格上1500块钱左右，你买个820的次旗舰。各方面还都可以，小米的 Max 2，然后我的预算是1500块钱上下，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我更建议米5一些。我只玩游戏，我最多玩几把王者荣耀，手机都是用来看视频啊、求推荐。1加实在受不了了，这轻 S 对我来说就是地狱。小夏，你选这个问题是想让我被1加粉黑死啊？其实1500块钱上下的话呢，如果要是你1加这个系统觉得不太那什么，我就推荐这个米5好了。因为1500块钱在魅族的这个阵营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选择。OK， 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格调，那么小白，请问一下，魅族 Home 键用久了，轻触会出现啪啪啪的声音？求上一次白问。一直支持小白的，就是但凡是物理按键吧，它用时间长了，这个品控如果稍微有点不好呢，容易出现什么松动啊，或者说啪啪啪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还有一个是不知道你这个魅族是什么手机，如果要是比较老的，那自然是吧，肯定会出现啪啪啪的这种声音。OK， 下一个问题，你好，小白，想问一下，千元机里面红米、魅蓝、荣耀畅玩系列还有30手机哪个比较推荐？想说一手1500块钱手机，然后只玩王者荣耀，还是刚才你推荐？目前1500块钱的推荐，我可能只推荐820的小米5，然后它各方面我觉得在目前入手的话是比较好的。如果要是想选一个今年的手机的话呢，360有一款 N5S， 然后它现在价格也掉到了1500块钱左右，这个是今年的机器，不过它的处理器呢还是用的653的处理器，所以说这个就看你选择吧。红米和魅蓝呢，目前没有1500块钱比较值得推荐的手机。红米这边 Note 4X 呢，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的吧，因为你毕竟价格都到1500了。然后魅蓝这边呢，录制视频的时候还没有发这个 Note 6，然后马上要发了，这一点可以看一下。畅玩系列，说实话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OK， 是来自 B 站的网友，我发现你们现在都太鸡贼了，为了这个上电视，把这头像都换成女的，其实他妈都是男的。小白自己是学生党，想换个手机，外观要低调，用3年吧。平时用Team 知乎、贴吧、BB 4个软件 ，ZOKZ2 4+6刷 CM 系统加 XP 框架能不能胜任？或者说800块钱左右的手机有什么推荐？阿里个豆，你这么了解，肯定不是女的啊，你应该就是个机油啦，又是刷这个 CM 系统啊，什么这个 XP 的框架啦，800元左右或者是1000元以内的这个玩机党啊，就是机油的话呢，其实目前 ZR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即便说它的这个系统上啊，因为这个牌子可能就没了嘛，这个 ZK 嘛，可能就不再产了，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这个联想那边什么个情况啊，但是这个机器的配置还是不错，因为机油刷机这个价格首先要合适，还有就是它不管这个软件系统怎么样，软件你可以自己改嘛，自己玩嘛，就是它的硬件底层肯定要好一些，4+64 800块钱这个还是不错的。OK， 是来自公众号的网友时光爱小白，这个 Google 的 Pixel 以前玩过，同学 Nexus 6P， 对 Nexus 6P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手机，非常流畅，感觉做工和流畅性还都挺好的。Pixel 刚出的时候就想买，但是价格太贵了，现在开学了想买一台。现在购买这个 Google Pixel 的话呢，XL 版本啊是2000块钱出头，那个 Pixel 原版呢就是它的高配版吧，是3500左右，是这个价位段。我说的是这个某宝的价格啊，现在购买的话呢还行，因为毕竟这个 Pixel 呢是被誉为最好的一代这个亲儿子这个安卓机，而且体验一下原生的这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流畅性真的是非常好。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真正的就是极客机油的话呢，有机会的话真的是买一台这个亲儿子来玩，还是真能感受一下安卓原本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啊。Pixel 的话呢，只有一点就是它的谷歌服务，你如果要是不开 VPN 的话是没法用，这个点是比较蛋疼的啊。来自 B 站的网友CU 什么什么妖孽啊，这个小白，我想购买一台2手的苹果 6S 或者是 6P 16G 就够了，这种机一般多少钱？我就不告诉你多少钱了，16G 的死也不要买啊，不推荐 16G 的。OK， 下一个又是一个女头像啊，是不是女网友呢？WK_S1，小白，请问魅族出了 Pro 7会不会血亏？我觉得魅族这一年不会好过了，以下是我的观点：线上买 Pro 7的人应该不会太多，毕竟那个价格应该都看过测评。线下大多数人都是买 OV， 买魅族就不多。线上线下都不吃香，魅族还有救吗？
魅族肯定是有救的啊。血亏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担心点的，确实是今年这个魅友啊，或者说大家这个各种吃瓜群众啊说的一个点吧，就是线上线下都不吃香。确实，魅族从今年这台机器线下属性还是非常明确的，开始啊做一些广告啊，在线下做一些活动什么的。因为它毕竟之前有这个魅族的一些线下店，做起来应该不会那么太难。但是对于深耕线下的什么欧维金利什么的，它这个优势还是就是几乎可以说没有。不过万事开头难，都有这个第一步。今年是吧，就算赔一点，不过也无所谓，毕竟有阿里巴巴嘛，魅族肯定是死不了的啊。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咱们微博的网友。杭州里我独饮，哇，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小白，我发现你有一张明星脸，挺像汪峰的。OK，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照片，你看哪个最像我呢？确实我这张大众脸，很多小伙伴都给我发各种各样的人说，哎，第一眼感觉很像你啊。我不就长得大众了一点吗？至于这样老黑我吗 ？OK。来自微信公众号的网友范范的高达什么空间啊，应该是个高达粉丝啊。这个小白哥，我现在用的是罗永有发现一个事儿，就是麦克风开口在手机的顶部，手机底部没有麦克风。有啊，是隐藏在这个扬声器里边的。很多手机都是这样啊，都是它上面有一个，然后下边做一个隐藏的，这个为了好看嘛，或者减少一个开孔啊。还有就是杀后台的问题，这个有时候王者荣耀玩到一半出去看信息进来就重新进游戏这个应该不是说你单独开了王者荣耀，单独开了王者荣耀的话，这荣耀9应该是不至于的啊。但是它确实杀后台的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这个原因不是它内存的问题，是和它这个 eMMC 的运存有关系。运存比较慢嘛，这样系统会判定就是我现在要杀一下后台，释放更多的空间，这个是 eMMC 的这个手机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买荣耀9需要注意的地方啊。OK， 来自魅族科技总裁 CEO 黄章，小白，于总都来找你玩了，我也来找你玩是吧？你好。开个玩笑 ，OK， 是来自微博的一位网友天才王家辉，小白，这个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电脑清理软件啊？360啊，是吧？肯定要推荐360啊，360全家桶一定要装满哦，一定要装满。来自微信公众号网友小月白，白，我在你的公众号怀了华为的孩子，请问网传 P10的拖影指南针偏向耗电的问题，实际应用中你碰到了吗 ？P10和 P10P 这么多天使用下来，你更推荐哪一款？这两台手机的话呢，我其实都还可以，因为 P10和 P10P 整个的这个机器的属性啊，除了价格贵一点，还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要是不差钱的话，喜欢华为的手机，你是吧？都怀了华为的孩子了，是可以选择的。更好肯定还是这个 P10P 了。这个 P10P 拍照目前是国内的这个，这儿。前面剪掉啊！如果要是不差钱推荐的话，肯定还是 P10P， 因为毕竟这个拍照目前还是国内第一吧，是双摄目前做的最好的，各方面也都比较完善，但是价格确实有点贵啊。还有你说的上面这些问题啊，这个什么拖影啊、耗电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指南针偏向确实是有那么一点，但是也只是碰到过1次还是2次啊，这个是非常少啊。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网友81875啊，小白升级米 UI9 的小米6会无故死机吗？看到这个小米论坛里很多人都在反馈，现在米 U8开发版可以放心升吗？如果你要是机油的话，肯定要升上去啊，最新这个体验新的系统。但是如果你要求稳的话，其实真没必要，因为我们这个米 UI9在这个性能测试里边是展现出来它很不稳定的一面啊。当然也是跟版本有关系，它现在基本上1-2天就会升一次级，无故死机的情况也会出现，就是卡死啊，就是也会出现。还有就是什么重启的情况，因为它毕竟是这个体验版开发版嘛，它不是稳定版，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啊。如果求稳的话，就不建议升级了。但是在流畅度上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动画上可能更好看一些啊。来自微信公众号的网友什么张 ZSC 小白 X20 和625两款处理器的选择，想买红米 Note 4X， 不知道选哪个版本。高配 X20 主频更高，但是不知道实际表现是不是真的比625好呢？平时玩崩坏3啊，你玩崩坏3的话，这两款处理器其实我都不太推荐，都是因为都不是旗舰处理器。崩坏3这种游戏想要流畅的体验比较好的话呢，还得是旗舰机。说回这个 X20 和625的话，单从这个性能角度上来讲啊，这张图片给你打出来是他们俩的这个具体差别，还是 X20 要高一些，跑分上 X20 都比这个625要高个1-2万分，但是
实际体验上呢，我看了很多后台小伙伴留言呢，625呢，就是好一些，在实际的使用中啊。但是如果要是你真的做一些极限测试啊，做一些什么机油的那方面的体验的话呢，那肯定还是主频高一些的，它表现可能会更好。但是常用的话，我觉得625还是可以的。OK 啊，下面还是微信公众号的网友良辰小白，对于一个经常出差的上班狗购买一加的手机，会不会因为没有线下维修而不方便？就怕出差外地手机坏了没法修啊。真的很喜欢一加的手机啊，终于给找补回来了啊！刚才那个什么轻 OS 是噩梦啊，在这儿给找补回来了。确实，这个纯线上品牌的话呢，在线下呢确实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维修啊、保修方面啊，都需要邮寄什么的，确实是比较麻烦。其实这个早前魅族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都是需要这个寄修。但是啊，其实如果要是你拆机都发现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换。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手机现在如果你不是磕磕碰碰的啊，这个磕磕碰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太大问题。我说实话，我手上也有这么多手机，真的还没有出现什么非常严重让我换机的这个质量问题，而且是出厂自带的这种质量问题。你说的这种就怕出差在外地手机坏了，这种概率发生的真的是很小很小，所以说并不需要太担心。OK，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回答的都差不多了。另外呢，我在这大概大家说一下，随着咱们问题的增多呢，咱们这个节目呢也会选更多的这个问题给大家出来嘛。但是呢，有很多小伙伴提问的方式，我在这说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小伙伴啊，我没截你名字啊，你好，小米5怎么样？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就相当于这个，哎，小白，你现在推荐哪台手机？就跟这个问题差不多。你要把你的需求，还有就是你的环境，还有你这个预算什么的说的全一点，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荐的一个规则吧。这样我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来给你做进一步的选择。单纯的就抛出来一个哪个机器这个好不好啊，怎么样啊，确实是没法怎么回答。OK。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差不多就和，哎，我操，脚麻了，OK， 今天的白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上一期的获奖观众呢，我们已经打在了这儿，赶紧联系我们啊！这个在白问的后台联系我们，然后会把奖品寄给你。上一期是这个光纤移动电源，这一期呢枪是好像还有一个吧，但是这期咱们换一个礼物，是来自小米的一个蓝牙音箱，小米小钢炮蓝牙音箱2，我已经忘了多少钱了啊，我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买的了，我已经忘了。反正是一个小米蓝牙音箱，不过这东西做的还是挺精致的，我在米家见过，然后之前咱们也送过这个东西啊。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回复干货多屁话少，干货多屁话少，你就会被后台记录，然后我们下一期白问的时候就会抽出奖品。有什么问题在白问后台回复，还有就是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白问啊，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编换成了一个妹子哦，我们的小编现在换成了一个妹子，OK， 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脚麻了。